记下来，你骂我不是东西啊你！你说你是东西吗？何大，工部失火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身为军机首辅，你不着急，你还拿这事儿做对子。今天上朝前，工部尚书特意找到和珅，说最近衙门不小心失了火，希望户部能多拨一些银子来支持他重新修建。刚好路过的纪晓岚听后，立马询问失火的原因。我听说当时有人在衙门里大做法事，致使火星四溅，引起了火灾。和珅担心这件事被张扬出去，急忙打断两人的谈话，接着就一脸严肃地向纪晓岚表示，说工部作为朝廷的重要部门，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做法呢？随后和珅又让工部尚书放心大胆地去大兴土木。然而刚说完，和珅就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对子：工部失了火，金尚书大兴土木。现在这五行里面就缺少水了。尚书大人听后当即拍起和珅的马屁：工部管水利，故有成水部衙门。有水啊！这下可把何胖子高兴坏了，心想这副上联肯定没人能对得出来，于是急忙拉住纪晓岚向他请教。我这上联是水部失火，金尚书大兴土木。虽然这里面包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可这种雕虫小技怎么可能难得住纪晓岚？他先是仔仔细细地瞧了瞧和珅的脸，接着又夸赞他虽然是北方人，可是却长着一副清雅俊秀的面孔，真是比南方人还要漂亮。说着就把下联对了出来：北人南下，河中堂什么东西？河中堂什么东西？你骂我不是东西啊你！你说你是东西吗？何大？纪晓岚怒斥和珅身为军机大臣，竟然将失火这种事情拿来开玩笑，这可真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说罢就急忙赶去上朝，而乾隆由于偶感风寒，一个劲的在上面咳嗽。和珅刚想去请御医，可他的同党却突然献上一本书。吴醒兰告诉皇上说，只要读了此书就能百毒不侵，从此就再也不用传御医了。乾隆不信这个邪，当即让太监拿过来看看。自佛法入中土以来，称得上经的只有六祖坛经一本，这本号称是经啊。朕倒要领教领教了。纪晓岚这时突然上奏说，工部失火就是因为这本经书，因为现在工部里面从尚书到小吏全都沉迷于这部经书，这才在衙门内大做法事，导致意外失火。乾隆听后急忙询问督察院，然而对方却一问三不知，这让乾隆十分的震怒，因为这督察院负责监察六部九卿以及各省的所有官员，对官封吏治至关重要。而近年来呢，毫无建树，各道御史所奏都是些无关痛痒，与政要无关的。和珅闻言急忙向乾隆请罪，表示是自己失职了。可乾隆却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出在左都御史身上，如果部门老大不能表率群臣，那么下面的官员自然不敢弹劾权贵，于是当场让大家议论一下左都御史的人选。和珅当即推荐他的老师吴醒兰担当此任，其他官员也纷纷表示赞同。然而乾隆早就调查清楚了他们的关系，为了避免这群人串通一气，乾隆竟提议让纪晓岚担此重任。皇上，纪晓岚行事偏激，讲话不讲分寸，难免误事，请皇上三思。纪晓岚整日喜笑怒骂，坐镇都院大堂，有失体统。纪晓岚虽然读书不少，可是不懂刑律，如何担当此任？虽然众人把纪晓岚贬低的一无是处，可乾隆却拿出《四库全书》来说事，表示纪晓岚编出了这种传世经典，哪一点偏激误使了？说罢就当场将纪晓岚从礼部侍郎升任为左都御史。就这样，纪晓岚再一次回到了督察院。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和下属们见面谈谈心，想让大家对工部失火之事献言献策。然而却有一名下属姗姗来迟，此人不仅不道歉，反而还给纪晓岚甩脸色。面对这种情景，纪晓岚也不生气，因为早在当年纪晓岚身为礼部侍郎时，他就用御史吃屎教训过这个和珅的同党了。狼性固然吃肉，狗也不是不吃啊，他是御肉吃肉，御史吃屎。何大人，御史吃屎。而刘构这次可是来报当日被辱之仇的。我刘某人为官，一不贪赃，二不受贿，没有必要巴结上官，更不会溜须拍马。随后刘构就连上了5道奏折，参奏纪晓岚侮辱属下，诋毁同僚。可是没想到却遭到了乾隆的怒斥。下去以后，把你研究佛法的体会给朕写10篇心得来。和珅对此非常失望。本来嘛，我是想借这个什么大法呀，笼络一帮人，在朝廷上形成一股不党而党的势力，可没想到全让纪晓岚给毁了。党羽们知道纪晓岚肯定会调查工部失火的事情，纷纷指责刘构第一炮就没打响。和珅害怕人心散了，急忙表示机会多的是，还让大家现场想出个由头来，好把纪晓岚从左都御史的位置上给拉下来。事儿多着呢，未必都能用得上。昨天佟大人家里死了妾，那有用吗？明儿个贾三爷要到前门大街闹事儿，这扯得上边儿吗？和珅在听到贾贵妃的兄弟后，当即想到了一条妙计去对付纪晓岚。